我们都知道，谷歌曾经有过一个蜻蜓计划，因为在中国市场上，他们退出了以后，重新试图进入。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真正的商业公司，在言论自由，在人权，在各个人们认为必须要引入公司文化的这些基础的领域内，都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么从 Facebook、谷歌到苹果，我们看到的是人们在享受着这些垄断性企业为我们提供的优质的资源服务，同时也伴随着大数据的收集。这个收集仅仅是商业的，其实并不会让我们感到担心。但是 Facebook 要求进入中国，连续几年，甚至他的领导人能穿着红军的装束。每一次中国政府召开互联网会议、高峰论坛、技术交流，我们都能看到苹果的高管、Facebook 的高管、谷歌的高管，看到他们的身影。然后在2019年香港抗争的过程中，苹果公司因中国政府的要求下架了一款应用，很快市场就得到了回报。2019年12月份，苹果手机在中国的销量增加了18%。谷歌曾经被人们认为它的公司文化是不作恶、不向独裁的这些体制低头，甚至宁愿放弃庞大的中国市场。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不是事实，至少现在已经不再是了。不仅有蜻蜓计划，而且谷歌从来就没有放弃过中国市场投放的广告，在他们的收入比例中始终在10%以上，无非是个代理人而已。Facebook 开始反戈一击，他在国会作证，他说中国是一个共产党控制的独裁国家，他今天才知道的吗？苹果就更牛逼了，是吧？他把中国苹果用户的数据存在了贵州，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向市场低头。我们都知道自己的隐私，你不能要求一家外国公司来为你保守。我知道有许多人非常希望这个世界能够公平一点，即便他只能勇敢到在网上骂2声，也希望别人不要泄露他的 IP 地址。但是很遗憾，这些愿望从来就没有真正被达成过。因为我们这个世界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世界，资本是趋利的，它有可能会出现1-2个领导人带入他们的风格，但是本质上，任何一家企业，它最终是要为股东负责，为股东的本金以及他们的争议负责任。所谓的有限责任公司，
是为了捍卫股东权利而诞生、壮大、发展的。它不是为了正义，或者正义从来就不是他们的主题，他们的主题是利润。700年来，这是有限公司唯一生存的法则。只是人们在政治正确的背景下，都已经淡忘了，淡忘得太久了。我们知道，谷歌前国际关系的负责人，因为对蜻蜓计划持有异议，甚至已经辞职了。他现在正在竞选缅因州的联邦参议员。如果他能胜选，他会把他的精力以及他的思考带进美国国会，在参议院中继续关注人权和道义到底谁更重要。我们非常欣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在捍卫我们的权利。多数人是默默的，他做了，但是你不知道。有一些人因为自己的政治观点，因为他更加愿意为了捍卫自己的政治观点，宁愿放弃经济上的收益。他们在做着维护其他国家公民权益的这些事情，我们应该感激他，至少他真名实姓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原来大家都是在猜测，那现在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来指责现行的法则下背后隐藏着的故事。美国这次总统候选人中，民主党内有一些声音是要解体垄断性公司的，譬如说沃纳，他的支持者已经在党内超过了10%。虽然我们知道他很难超越拜登，但是人们总是要思考一个问题：今天的世界为什么会走到这样？应该坚守的东西，为什么屡屡被突破？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没有一家公司可以独善其身，他们或多或少的都介入了政治，只是有一些默默的站在背后，有一些明确的站出来说话。他们在捍卫资本、捍卫利益的同时，可以践踏一切我们认为应该推行的法则。说到底一句话，我们并不重要，我们至少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重要。这个世界还是围绕着利益在运转，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义务来救赎你，能够救你的始终只有你自己。既然连别的国家都不可能来搭救你了，你就更甭指望一个公司来站出来维护世界正义，因为他们不是变形金刚，也不是蝙蝠侠。可惜很多人不知道这一点，他们总是认为在自由、民主、法治、平等、博爱的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发展壮大，成为全球垄断性的这些大企业应该更有责任感。真的有吗？其实我相信每一个正在批评中国政府的人都知道，
真的没有。别说你莫名其妙被封禁的这些账号，那么由此而产生的，包括经济后果，都会让你触目惊心。你可以批评，但不能尖刻。当你过于敏感了，或者他认为你影响到他了，他会有无穷无尽的方法来收拾你。个人对抗一个强权，对抗一个国家，基本上就是个渣。其实你对抗一个垄断性的托拉斯，你也是个渣。你没有能力来对抗这些法则，哪怕你是美国总统，你也只能抱怨，你甚至都不可能立法，因为你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打赢与豪华律师团配套的这些企业。期待企业家更有良心，更有社会道德感，肩负起更多的责任，这是人们的一个幻想。甚至美国企业家协会2019年专门开过会，他们发表了一个宣言，希望能够更加公平地对待这个世界上所有人，更加环保的对待整个地球的生态环境，更加具有包容性的对待自己的员工以及为他们服务的雇员。但是我们知道，这都是善良的愿望。每一家大的企业，当它的利润来自于不可或缺的一个集团，即便他明明确确的知道它是一个不义的政府，但是为了利润，他们会压制住本企业内部的不同声音，除非被迫，他们不会让你追求更加公平的这种声音来影响到公司的运转以及对利润的期许。世界从来就是这样。好就好在我们今天因为有更多的言论渠道，你可以把它表露出来，你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当说话的人多了，市场就会有一些顾忌，策略、游戏规则会进行微调，这是我们唯一能做到的，不能再指望更多了。谢谢大家，再见。